你是在教白敬红如何管理企业吗？请问戴叶小姐，你管理过公司吗？有过什么成功案例吗？我是说，经过我的了解，现在他们公司离职的意愿更加的强烈了。只不过他们为了不被监控到，就选择不在公司的电脑上去投简历、收邮件。公司的监控就只能监控到他们在电脑上干了什么，但是没有办法监控到他们员工脑子里在想什么、干什么。你是怎么了解到的？我跟他们的员工交谈过。谁？告诉我他们的名字。那我不能告诉你。你被炒掉了。啊？明白了吗？我为什么要拦住你、打断你？可是没有可是。我们是法律顾问，是帮助客户解决问题的，所以，请你现在出去好好的了解一下专利法和相关的判例。罗老师，我觉得我们这么做不妥。哪里不妥？这对他们那前设计总监不公平。他的作品公司看不上，让人家反反复复修改了那么多年，那人家当然不乐意了。那他可以光明正大的跟公司说不干了呀。为什么要骗公司说自己的父亲生病了，要去照顾自己的父亲？白敬红的脾气刚您也看见了，谁敢跟他说实话呀？所以你的结论是，公司高管可以欺骗公司，叫情有可原；公司加以制裁，就叫不近情理。不，我的意思是说，公司他应该首先检讨自己。我请你来做我的助理，是来服务客户的，不是让你来给我的客户上德育课的。我这可不是上什么德育课，我这是在讲道理呀。罗老师，在法律上，白敬红他可能可以胜诉，但问题上在这次你是真的被炒了。罗老师啊，你跟我开玩笑的吧？这有什么好被炒的？那我再说一遍，你是真的被炒了，回家吧。不可能！刚刚您过来的时候，我看到您的小肩膀抖动了一下，您肯定在跟我开玩笑，您在偷笑，对不对？你肯定是在偷笑，我怎么可能会被炒了，对不对，罗老师？出去，了解一下相关的判例。好，来。审判长，被告在交车前对于油漆和窗帘的处理未予告知。被告对我的当事人销售的是一辆大修过的问题车。原告关于车漆打蜡抛光和窗帘更换属于大修的主张，这与公众对于大修的合理认知有着明显的不符。经销商提供了车辆的全套正式进口手续，车辆未被他人使用，符合合同约定。被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已告知车主本车的维修情况，故可以认定其故意隐瞒车况，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故构成了欺诈。经销商与原告签订销售合同之时，新车尚未到店，也就是说，经销商当时并不知道车辆存在了瑕疵和问题，而经销商将车辆交付给原告之前，已经对车辆存在的瑕疵和问题进行了处理，并且进行了记载，将这些记载的信息上传到原告可以通过一定途径查询到的网络平台上。也就是说，经销商并没有故意隐瞒的意图。你好，你好。夏老师，你好。那斌，来，看看这是谁，还认识吗？你好。你好。康阿姨，咱们大学宿舍的保洁阿姨，我当年跟康阿姨很熟的。康阿姨，康阿姨还认识这是谁吗？认不出来了。何塞。何塞，啊，塞，何塞啊！娘哎，我都认不出来了。你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比现在瘦的多的多了。康阿姨啊，何塞现在就不愿意听别人说他肥。哎呦，虽然他确实很肥。挺好，挺好。康阿姨，您坐。挺啊。我是您的案子呀。这康健是谁啊？俺爹呀。哎呀，今年90了，稀里糊涂的就签了这么个合同。
90了。这脑子还清楚吗？精神没问题吧？是不是老年痴呆了呀？这是。何塞，康阿姨，你别在意，他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我知道啊。那个，我找了校长老师了，都给我出主意了。说我爹要是糊涂了呢，这个合同就无效了。可是我们家那老糊涂一点不糊涂呢，身体好着呢，口齿清楚，怎么看也不像有病的。哎呀，他就是让中介给忽悠了。不好意思打扰了，罗老师，姚江和他的律师到了。他有预约吗？有，我跟丽娜姐说了，就是约的今天。康阿姨啊，这样我来了一个客户，要去先接待一下。你跟何塞说，你放心，我们一定替你讨回公道。哎，你忙啊，你坐着，你坐着。哎，你忙你的哈。电话在响，骚扰电话，你都没接，怎么知道骚扰电话？打10几回了。今天的日程里有姚江吗？没有啊。有，丽娜姐，你看一下手机，我是在微信上跟你说的。对不起，我忘了。可以约到一块儿去了。等一下，你记得把康阿姨的合同复印一下。好，我现在就去。这2天你不是说要休假吗？我先不休了。罗老师，不用解释，不是你的错。不是啊，丽娜姐，我感觉她最近好像有点不大对劲儿，她经常魂不守舍的，你说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我就觉着这事儿不公道啊，不能这么欺负老年人呗。俺爹90多了，成天在家窝着，根本不知道外边的事情，他脑子里就觉着100块钱，哎，多得不得了了，根本不知道房子的价格。他要知道的话，根本不可能签这种协议。我是姚江的律师海叔。输赢的输吗？哦不，舒展的舒。哦，同音。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好，我也喜欢看门见山。我们希望你们撤诉。撤诉？条件呢？什么条件嘛？哎，我不能讲啊，这个事情呢是这样子的，这是柏静红不要的项目，哎，他自己扔到垃圾桶了呀。我们捡过来之后带到新的公司，我们做大了，他眼红了呀，他就来告我。他说我利用职务之便偷取了公司的信息，不能这么不讲道理吧？他自己 pass 掉的东西 pass， 你晓得吧？干嘛 pass 就是不要了呀？他不要，我捡起来我做大了，他现在眼红，他来告我，可不能讲，天底下有这么滑稽的事情吧？可是他有专利产品证书，你没有。哦呦，那个证书我晓得呀，那个也是在我们做大了之后他才去申请的吧？那你和你现在的老板为什么没有在这个产品大卖之前想到去申请专利呢？据我所知，是您给他出的主意，找人修改了图纸，然后去申请的产品专利。这从申请产品专利的时间就能看出，这是我们产品大卖之后。据我所知，专利申请被谁抢先注册，对谁就更有优势。我有个问题想问您，你说，您信仰法律吗？忽视专业技巧，谈信仰法律是要输官司的，而且一点都不冤。是赔了。我们还没有谈完。我谈完了。如果你觉得还没有谈完，可以跟我的助理继续。顺便说一下啊，我从不跟忽视专业技巧或者缺乏专业技巧的专业人士谈专业。哥们看看呀。那你来看看了。